Hello，兄弟们，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有风。你是不是想建一个网站来销售你的一个虚拟数字产品？那比如说，你可以卖电子书、卖模板、卖 PDF 文件、卖软件、卖各种各样的一个资料。销售虚拟产品的话，它的优点就是我们不需要发货，而且的话转化率的话会非常的高。今天就跟着我一起一步一步来搭建这个虚拟产品销售的一个电商网站。要制作这个功能全面的网站，我们今天会用到 WordPress 这个网站程序，还会用到 Elementor。Elementor 的话，它可以进行一个拖拽啊，你不需要懂代码的话，也可以构建出非常漂亮的网站。我们还会用到 WooCommerce。WooCommerce 的话，它是一个 WordPress 基于 WordPress 的一个电商插件啊。有了 WooCommerce 的话，我们可以在里面销售任何我们的一个产品，而且它的系统非常的完善，那我们直接安装这个插件就可以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站的话，大概长什么样。那你可以了解一下，这是不是你想做的一个网站啊？这是我们网站的首页，中间的话有一个搜索按钮，那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搜索。我随便搜索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我这个下载站是卖这个模板的，销售这些模板。那我这里搜索模板，那这里的话会出现相关的一些产品。再回到我的首页，而下面的话有相关的一些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我们都可以加上连接。接下来的话，下面就是我们一些精选模板，我们可以在后台设置哪些产品你要主推，那你可以把它精选出来，点击一下它就会跳转到相关的一个产品页。跳到相关的产品页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加入购物车，进行一个下单购买。这里点击一个去结账。结账的方式的话，结账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支付宝付款啊、微信付款、PayPal 付款，或者说银行卡付款都没有问题。在本期视频中，我都会教大家怎么样来搭建我们的这样一个支付系统。再往下面走，下面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图片的导航，对你的产品的话进行一个分类啊，你有多少个这样的一个模板等等。再往下面的话就是我们最新产品的话，我们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展示。再拉到最底部就是我们整个网站的一些信息。整个网站的话，我们也不需要设计的太复杂简单一点就可以了。那顶部的话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些导航栏。有点击商店，它会跳转到我们的一个商店；点击博客会显示我们发布的文章；点击关于我们会显示我们的一些团队我们的一些客户评价等等。而点击一个联系我们，那如果顾客的话有任何问题的话，他可以来到这个页面，给我提交一些技术支持这里填上他的一些名字，他的一些问题的一些类型，填上他的留言的一些信息，点击提交就可以了。提交以后的话，那我们在后台的话就可以收到他的一个工单信息，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处理再往下面走的话，有一个联系电话、电子邮件。这边的话，如果你愿意，你还可以把你的一个地址留下来，上面的话有一张地图会显示你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地址。当买家购买他的一个产品以后呢，他可以来到他的一个右上角，这里有仪表盘。在仪表盘里面的话，他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订单。如果他下订单以后，这里面都会进行一个显示这个下载的话就可以显示产品的一些下载地址，后面还有一些账户信息，还有一个心愿清单这里面都可以进行设置。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开始搭建这个网站。在搭建网站之前的话，我们首先需要购买我们网站的一个域名，还有我们的一个网站的一个空间，也就是我们的主机服务器域名的话就相当于我们上面这个网址比如说油管前面就是它的 youtube.com 百度的话，这上面的话就是它这个百度.com。还有我们网站的空间，也就是我们的主机服务器，就是存放我们这些图片文字的地方。今天的话，我们主要通过4个步骤来完成。首先我会教你怎么样获取域名，还有网站主机，就是安装网站的一个 WordPress 程序。接着的话就是安装一些免费的主题插件。最后我们就可以上架发布我们的产品。首先第一步就是注册我们的一个域名，还有购买我们的一个主机。我用到的一个主机提供商叫做 Hostinger 第一次进来的话，如果英文不好，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英语，我们把它改成一个中文就可以了。我自己的网站的话，我也是用的 Hostinger。Hostinger 的话，因为第一个的话是因为它便宜，第二个的它支持我们中文，第三个的话就是同等价格下它提供的功能还有安全性各方面的都非常有优势。首先的话，我们点击这个按钮享受优惠，它提供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我们点击它一共提供了3个套餐，我建议大家的话选中间这个套餐就可以了。主机里面制作100个网站就可以。今天的话，你想制作一个什么电商网站，明天的话你想做一个公司网站，后天你也想做一个娱乐网站都没有问题。它提供了一个200G 的一个存储空间。如果你购买1年的话，它提供了一个免费的一个域名第一年的话，域名的话是不需要你给钱的，那你只需要在第2年的时候续费就可以了，续费价格也不贵，也就几十块钱。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做网站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一个每日的一个备份。中间那个套餐的话，它每天的话都可以对你的网站进行备份。如果你选择第一个套餐的话，它可能需要每周才可以进行备份。作为一个电商网站的话，我觉得每天备份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即使你的网站今天被黑客攻击了，那没有关系，那我可以一键进行恢复，把我昨天的所有的数据进行一个恢复。那我们选择中间这个，我们点击这个选择套餐。那每个月价格的话，差不多在28.99每个月。接下来的话，我们要选择你要购买多长时间，因为做网站的话，它不可能说只做2个月。一般情况下，我们做网站都是按年来计算，一般要做1年、2年或者3、5年都有可能。因为它提供了一个30天退款保障，我建议大家呢，你可以前期先买久一点，48个月，因为48个月的话，平均算下来每个月只要23块钱，这个是人民币已经非常非常的便宜了。那如果你单独买1个月的话，就非常贵，差不多要99。价格的话，它可能每段时间可能有一点小小的波动，不过的话差距都不会太大。我们选择这个48个月，它还会免费赠送3个月。我们选择这个。我的一个网站做的比较久的话，差不多已经做了8年9年了，做的非常非常久。做网站是一个长期累积的一个过程，当你网站做的越久，那你后面的收入越高。我们在 Google 里面的分数排名就会越来越高。当你排名越来越高的时候，发现你网站的人就会越多。同样的话，你的收入的话也会更多。这里的话，我们创建我们的账号，你可以直接用你的 Gmail 邮箱登录没有问题，或者说这里输入你那个邮箱或者输入密码也直接就可以了。接下来选择我们的一个付款方式，我们通过支付宝付款可以，通过我们中国的银行卡付款也没有问题的，信用卡也可以，PayPal 付款都没有问题。这上面这些信息的话，这些是可选的，你可以先不用填，你直接在这里提交这里的如果你选择支付宝付款，我们这里点击一个提交安全付款就可以了。付完款以后的话，我们来到我 Hostingo 的一个后台，来到 Hostingo 后台以后的话，第一次进来你可以点击右上角，把这个语言的话选择一个中文的一个简体。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网站，点了网站以后，我们可以选择右上角这里有个增加网站，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增加网站，我们选择第一个 WordPress 搭建网站，这里选择你的一个网站后台的一个语言，这里支持中文、英文全世界主流的语言基本上都支持。这里输入你的一个管理员邮箱，也就是我们后面登录我们后台的一个邮箱，还有我们登录后台的一个密码，这里设好，点击下一个。这里我们选择博客，选什么类型？选博客，点击下一个。这里的话选择是否需要它在你的网站里面安装模板，我们这里点击跳过，因为等一下的话我会教大家安装一个免费的一个电商模板，我们这里不需要按，点击跳过。这里他问你要不要在网站安装这些插件我们这些都不需要，我们点击跳过。这里的话只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我们现在不需要，点击跳过。这里的话选择我们的一个网站，那如果说你第一次走到这个地方，那你可以在这个位置的话去申请一个免费的域名，因为有朋刚才说了，如果你购买它的1年主机的话，它会赠送你一个域名，那你走到这个位置，你就可以去申请注册一个域名就可以了。生成注册好域名以后的话，它会向你的一个邮箱里面发一封电子邮件，那你去你的邮箱里面确认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说这里你没有域名，那你可以点击右下角使用临时域名，你先来创建设置一下 WordPress 也没有问题，先跟着学习一下。域名的话，你后面去免费申请一个也是可以的，点击一个下一个。WordPress 的话就在把 Hostingo 它现在就在把我们网站的程序 WordPress 安装到我们的网站里面，这个时间可能需要1分钟左右。安装好以后的话，它会跳回我们的一个 Hostingo 后台。好，我们网站已经安装好了。安装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安全。安全的话，这里有个 SSL， 你看它这里显示正在安装中。等一下，等它安装完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打开我们的网站。SSL 证书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网站上的一个数据加密传输。那安装这个 SSL 证书有什么样？它我们在 HTTP 后面的话，它就会加一个 S。这里的话，我们证书的话已经激活了，我们可以进入我们的后台。我们点击这个控制面板，那这里的话可以点击这个管理面板，进入我们网站的一个后台，它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如果说你下次想进入你的网站后台，怎么进入？这个是你的一个网址，那后面的话你打上一个 W， 打一个斜杠，后面输入一个 WP-ADMIN， 同样的话可以进入你的网站后台。那你只需要输入你的一个
邮箱还有密码的话，就可以直接登录你的后台。这里的通过我 hosting 的后台的话，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后台。进入后台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点击查看站点，我们可以来查看一下我们的网站的话，可能第一步的话进来的话是这个样子，什么东西都没有没关系，等一下我会教大家怎么样制作成像我这样的一个付费的一个下载站。在我们后台方式呢，如果你进了首页以后，可以点击左上角这个 W 同样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一个后台。左边的话是我们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功能，我们可以发布文章，在媒体里面我们可以上传我们的图片我们的视频，在页面里面的话可以加入我们一些常用的页面，比如说关于我们的、联系我们的等等。这个评论里面就可以，如果有访客来评论以后会显示在里面。外观的话可以安装我们的网站的模板，插件的话就像那个我们手机上的 APP 我们装了有些插件以后的话，会大大增强我们网站的一些功能。还有用户里面，如果我们的网站里面有新用户注册，我们在里面都可以看到工具的话，一些常用的一些数据导入导出之类的。那首先我们点击这个仪表盘，我们点击这个显示选项，可以把这些东西的话都给它去掉，让我们后台看起来的话更简洁一些。这样的话后台看起来就非常舒服了。那我们把里面我们不需要的一些插件的话全部删掉，因为如果说你的网站插件也多，可能会影响你网站的一个访问速度。我建议大家不需要的插件全部删掉。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勾把它全选，但是这里有一个缓存插件，我建议大家的话把它留下来。缓存插件有什么用？它可以加快我们网页的一个访问速度。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因为它现在全部启用，我们可以批量这里把它禁用一下就可以了。点击应用，点击禁用以后，我们再把我们不要的这两个勾上。这个缓存插件我们把它留下来，点击这里的删除应用 ，OK， 这样我们的一个不需要的插件的话就会删掉了。接下来我再教大家怎么样来改我们的一个用户的密码。我们点击用户，这里有个所有用户，所有用户里面点进来，这个就是我们默认的一个我们登录我们后台的一个用户名，点击一下它。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后台显示的一个颜色。这里的话你想用什么颜色你可以，我比较喜欢的话用这种颜色，看起来比较的我个人比较喜欢用这个颜色，午夜这个颜色。站点的语言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下，这里的话你可以改成英文也没有问题。这是我们的一个用户名，用户名的话是不能改的。这里昵称呢我们可以改一下，改了以后的话公开显示为，比如说我这个显示为有风当以后我们发布文章的时候，显示的作者的话，它就会显示这个名字。这里你可以更改一下你的邮箱，如果说你之前邮箱你想改一个，这里可以改一下。再往下面拉，这里可以设置一下你的头像。设置新密码的话，我们点击这里设置新密码就可以了。那你这里直接输入你的密码，默认的话，它系统的话会帮你生成一个非常长的密码，你可以把它改，了就可以了。不需要的话点击取消。全部设置好以后，点击一下更新个人资料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还可以先来更改一下我们网站的名字。我们点击设置，你这里有个常规。常规的话，这里的话可以改成你的一个名字。这是我们网站的一个标题，下面的话你也可以副标题，可以对你网站的话大概的话做一个介绍。下面这个地方有一个成员资格，我们把它勾上来，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电商的虚拟产品站，我们需要别人的话可能需要进行一个注册，我们这里把它勾起来。后面都不重要，点击一个保存。这里还有一个固定链接，固定链接我们一定要改一下，改成这个文章名。你不要用上面这些东西，你用这个就可以了。选择它以后，我们点击这个，一定要点一下保存。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安装我们的网站主题。点击这个外观，这里有个主题。这里上面的话，它默认的话安装了这些主题。这些主题都不是我们要的，我们点击这里个安装新主题。这里搜索一个 WOOSTIFY， 我们安装的是这个电商类的一个主题。点击一个安装，安装好以后，点击这个启用一下。启用好以后，我们可以来到我们首页的话，我们来刷新看一下。我们可以来到我们首页刷新看，那是我们之前的主题，我们来刷新一下。这是我们安装新主题。这个时候的话，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会教大家怎么样一步一步来进行一个设计。我们可以把多余的主题的话，点击这个，点击一下把它删掉。因为我们需要我们的网站的话，尽量简洁一点。我们可以把不要的主题全部删掉，留下我们这个主题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打开这个 Elementor.com， 相关链接的话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用到它里面 Elementor 里面这个可视化的一个编辑器，那我们只需要拖拽一下就可以设计出非常漂亮的网站。以往我们这网站可能需要写代码，但是现在有了 Elementor 的一个帮助，那我们可以
做出非常漂亮的一个网站。第一次进来的话，我们点击这里有个登录，点一下它。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登录，我们先来注册一个账号。你直接可以用你的 Gmail 邮箱，这里用你的 Gmail 邮箱登录就可以。当然，你也可以点击这个创建账号手动输入你的一些账号信息，那也没有问题。这里的话，你可以用你自己的邮箱注册，也可以填入你的邮箱密码注册好就可以了。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 Elementor 的一个账号。当我们 Elementor 账号注册好以后的话，我们来回到我们的一个网站的后台，我们点击左边这个插件，点击安装新的插件。我们需要把这个 Elementor 插件装到我们的网站后台了。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我们搜索这个 Elementor 紫色这个，我们点击一个立即安装。它的安装数已经超过1000万安装了，非常非常的厉害说明它的使用率确实非常非常的高，全球超过1000万个网站都在用它这个。说明的话，我们现在的话先不点启用，等一下我们把我们所有插件安装完以后的话，全部一起来点击一个启用。接下来我们搜索这个 WP Form，WP Form 的话，它是一个联系我们页面的一个表单。接下来我们搜索这个 WPM， 那它就是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个联系表单，就在我们的联系页面。那买家需要提交信息的话，我们需要一个表单插件，那就是这个插件，我们把它安装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好，接下来我们安装我们的下一个插件，安装这个 WooCommerce， 它是一个电商插件。因为本身我们这个网站 WordPress 搭建这个网站，它是不具有电商功能的。我们需要在里面安装它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电商插件以后，那我就可以实现我们网站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销售不管是虚拟产品或者实物产品都可以进行一个销售。就是这个，我们点击一个立即安装，安装超过700万个网站都安装了这个 WooCommerce说明全球的话有很多网站都在用这个 WooCommerce 来销售他们的产品。好，这里的话我们先不启用，等一下我们安装好完后再来启用。来，接下来安装下一个插件，叫做一个 PDF Invoices 大家的话搜索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做虚拟产品的话，我们需要用到这个工具。那它主要功能的话，就是为我们的电商订单创建自动发送电子邮件等等。有了这个插件以后呢，它可以自动把我们的一些产品的一个下载链接，虚拟产品就需要给买家的一个邮箱里面发送一些下载链接。我们再来我们最后一个插件，就是一个愿望清单。这个插件的话，它有什么用呢？它就是让你的客户可以保存并分享他们喜爱的一些产品。那我们可以把它安装进来。安装好以后，我们点击这个已安装的插件，我们需要把我们刚才安装的所有插件的话全部启用。在启用之前的话，我们先需要把我们这个 WooCommerce 先启用，因为有些插件你可以看到它显示是由于缺少组件无法启动，因为它是基于我们的 WooCommerce 这个电商插件的，所以我们需要先把这个 WooCommerce 先启用一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 WooCommerce， 也就是我们电商插件，点击设置我的商店，这里随便选，这些都不重要。你的商店名字你可以改一下你这个行业随便选吧，这个都不是很重要，随便选。然后选择你的一个地区你可以实际填写你的一个地区，这里点击一个继续。这里它会叫我们安装一些插件，我们不需要把这些插件全部去掉就可以了，点击一个继续。这里安装 WooCommerce 可能需要大概1分钟左右已经安装好了。我们再来到我们的一个插件，这里一个插件点击一下插，接下来把我们这些插件的话全部启用一下除了我们这个缓存插件其他的我们就把它全部启用，点击这里启用，应用一下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我们有一个插件，就我们这个愿望清单这个插件需要设置一下。顶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按钮，我们可以直接点击一下运行这个设置向导，点一下它。设置这个非常简单，你直接点击一个 Let's Go， 然后下一步就可以了。中间的所有内容的话，你都不需要改。这里下一步，这里下一步，继续同样这里点击一个继续。好，这里的话点击一个继续，这里点击一个继续。好，这里的话已经设置完成，我们点击最下面这个返回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来到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如果在仪表盘你想简单一点的，还是可以点击这个显示选项，把这些的话全部的话都把它勾掉，让你的后台的话看起来简洁一些。接下来我们来到我们这个页面，这里有个所有页面。所有页面的话，刚才我们安装的，因为我们刚才安装 WooCommerce 电商插件，它里面就会有这个，比如说商店、我的账户结账这些页面的话，它都是手动的。
把我们加进来的。比如说这个我的账户页面的话，买家下单以后，他可以在里面看到他的订单信息，可以看到我们的虚拟产品购买了虚拟产品，他会可以看到产品的一个下载地址、账户详情等等。这些页面的话，我们购物车这里面可以看到它哪些产品加入了购物车还有2个页面我们需要稍微修改一下。就我们这个退款退货策略，还有我们的隐私政策，这2个页面的话，它都是草稿的一个状态，没有发布。我们需要点击一下这个编辑，点一下这个编辑按钮，把它发布一下。因为作为一个电商网站，这2个信息必须要有的。你的网站支不支持退换货，你的隐私政策，这些都必须要有，这些最基本的。那里面的话，它默认的话显示的是一个英文，那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一个中文也没有问题。那你把它复制一下。那你可以把它里面的内容的话复制一下，如果你做的中文的话，你复制一下，最好把它翻译成一个中文。我们来到这个第一撇哦，把我们的英文粘贴过来。第一撇哦，它翻译出来的会比较自然一些。复制一下，回到我们这个页面，把我们的中文的话粘贴进来。那里面的大概信息的话，大家最好的话是改一下，因为我们是虚拟产品，那我们退款的话可能就是不支持退款。那你后面的实际的你支不支持退款呢？在上面的话你要写清楚。那大家的话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去改一下这里面的信息改好以后点击右上角这个发布，再来到我们的隐私政策页面方法都是一样的，把里面的一个如果是英文的翻译成中文就行了，点击一下发布。我们再来到这个 WooCommerce 这里有个设置按钮，我们需要设置一下你的一个店铺的一个地址。那这里的话，当你的网站做大以后的话，这个地址的话，可能你需要填一个真实的一个地址。那如果说前期的话无所谓，你这里面可以随便填。那我这里因为做演示的话，我上面地址的话我就随便填一下。然后你要销售到哪里，这里可以选择到你指定的一个国家地区比如说因为我们是虚拟产品不需要物流，我们可以销往全世界，你可以销售到全部国家和地区。销售到特定的国家和地区，你可以点一下它，你在里面呢选择一些就可以了。这里的话，我们选择销售到全部国家地区。这里有个启用税率和计算。当你的网站做大以后的话，你可能需要，如果你要卖到国外，可能这个东西你就需要启用一下。那这里有个启用税率和计算，如果你要销售到其他国家，可能需要涉及到一个税收问题，那你可以把这个勾上来。启用优惠代码，这里启用一下。你的结算的一个币种，你可以选择一下。如果你是针对全世界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个美元。如果你只是在中国销售，那你选择一个人民币就可以了。这里的话有一个人民币。全世界的话，你就搜索一个美元这个选好以后的话，我们这里点击一个保存更改就可以了。来到我们这个税这个页面，我教大家来设置一下。这里有个附加税率，比如说这里你可以自己设一个，比如说你要收个5%的税，你可以在这里先把这个加进来，点击一个保存更改。保存更改以后，上面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5%的一个费率，我们点击一下它。这里的话可以插入你的一个。我们点击这个，在下方插入行列，这里输入你一个国家代码，比如说美国，我就输入一个 US。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它每个地区的税收可能都不一样。你怎么样才能知道每个地区的税收多少呢？我们在 Google 里面搜到这个关键词呢，第一个我们点开看一下。这个网站的话，它会显示每个国家，比如说这里有个。华盛顿它的税率是6.5%，加利福尼亚的话它是7.25%，每个地方都不一样。这个是它的一个省的一个代码，可以回到页面来省级代码，比如说 CA 加利福尼亚，它的税费的话，我们看一下是7.25%。那后面配送，因为我们不需要发货，我们就需要把它去掉。然后你还可以增加其他国家。如果说你全国的话统一一个税率你后面的话你都不用填你直接这里比如说统一个5%，那就可以了。加好以后点击一个保存更改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的税的话大家就设好了，配送不需要把它去掉。那这一步的话，大家也可以飘过。我相信大家你前面做的少，你可能涉及不到这些东西。我们来到这个付款页面，因为我们是一个虚拟产品的因为我们要销售虚拟产品，我们的网站的话需要付款。接受付款的话，我们需要先在我们的网站里面安装2个插件。我们来到这个插件，这里安装新的插件。第一个插件的话，我们来搜索这个 PayPal， 因为是虚拟产品，可能
可能全世界人他都可能收到你的产品，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产品，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网店的话支持一个 PayPal 付款。那我们先安装一个 PayPal 插件，我们往下面拉，拉到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Payment Plugin for PayPal WooCommerce， 要安装的是这个插件，大家不要按错了，这里有个 WooCommerce 提供的这个，我们不是它，我们要安装这家公司提供的，大家把这个认准了，点击一个立即安装。好，然后我们再安装下一个插件，我们再搜索这个 Stripe， 也就是我们条纹。这个插件的话，它可以支持微信付款、支付宝付款全世界主流的一个银行卡，那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安装这个。安装这个以后的话，我们来选择这个 Payment Plugin for Stripe WooCommerce， 我们要安装这个。上面有个和它相似的，这个的话是 WooCommerce这家公司提供的，我们按了这个的话，它评分只有3颗星，我们不按它。我们安装这个 Payment， 我们安装这个。那它上面的我们安装这个，大家一定不要搞错了。点击一个立即安装，它是5颗星。好，2个插件安装以后，我们点击这个已安装的插件，我们来到这个，把这2个的话勾上刚才安装这2个插件，选择这里启用应用，把2个插件同时启用一下。那如果说你想在你的网站调用这个，因为 Stripe 它支持支付宝、微信付款，或者说全球主流的银行卡都支持，但是前提的话，你需要一个账号。还有我们的 PayPal 的话，付款的话，它需要你是一个企业账号才可以绑定到这个 WooCommerce 里面收款。Stripe 的话，我们可以用个人的话进行一个注册。接下来我会教大家怎么样注册一个 Stripe 的一个个人收款账号。这个就是 Stripe 的一个后台，这个就是 Stripe 的一个官方网站。接下来有空就来教大家怎么样来注册我们这个 Stripe 账号，因为只有你有了这个 Stripe 账号以后，你的网站的话才能进行一个收款。注册我们的 Stripe 账号的话，它是有要求的。首先的话，它不直接，我们中国大陆地区的话，如果你直接注册，你是注册不了的。它因为它不针对我们中国大陆开发，但是我们这里有个技巧有方法教大家怎么样进行一个注册。都支持我们中国大陆，但是它支持我们中国香港。如果说你有香港的一个身份证，我相信大家肯定没有，还有一个香港的银行卡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注册。那如果没有，我们怎么办呢？首先香港，如果你没有一个香港的身份证，当时你可以去办一个护照同样可以用护照进行注册也没有问题。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地址写的香港，但是我们的一个填身份证号的时候，我们就填入我们的一个护照。办护照的话也非常简单，那你直接去派出所办就可以了。大概办的时间的话也就价格，办护照的话就100块钱，可能150左右，7天左右就拿到你的一个护照了，也没有什么门槛。一个，那你的一个银行卡，香港的银行卡怎么解决呢？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做万里汇的一个工具，相关链接的话有空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在万里汇里面的话，它可以帮你生成一个虚拟的一个香港银行卡。那你只需要用你的一个真实信息先去注册一个万里汇的一个账号，进入后台的话就可以来生成。我演示给大家看一下。注册万里汇的时候，我建议大家选择这个账号类型的话，我们选择这个电商账号点击注册。这里的话填入你的所有的一些真实的信息，那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大家点击注册。注册好我们的一个账户以后的话，来到一个万里汇的一个后台。后台的话，这里有个申请收款账号，我们点一下它。收款账号的话，你可以选择我们需要用的是 Stripe， 我们需要通过 Stripe 这个收款，我们需要通过 Stripe 进行收款，我们选择它。我们点击一个申请，你可以选择港币，因为我们注册 Stripe 的时候选择港币，点击申请就可以了。申请好以后的话，它这里就会给你一个香港的一个账户。那你有了这个香港的账户，香港的银行账户以后，就可以来到 Stripe 进行一个注册。我们点击右上角，我们点击这个开始注册。这里的话填入你的一个邮箱，填入你的一个用户名。这里国家的话，我们这里选择一个香港，选择香港，这里的话设置一下密码。这上面填入你的邮箱，下面的话填入你的一个全名。邮箱的话需要你一个真实邮箱，名字的话就是你名字的拼音，全部的话需要进行一个大写，是张三就是张三，是你就填入这个意思，姓在前，名在后，填好以后的话点击一个下一步，这个时候它会向你的邮箱里面发个邮箱，要进你的邮箱里面进行一下确认。打开我们那个邮箱，现在看到我们的一个邮箱，所以发了邮件，点击这个确认一下。
这里我们需要点击这个按钮，激活我的一个付款方式。这里的话，你的第一地方的话还是选香港这里类型的话，311的一个类型，我建议大家选择一个个人，选择这个点击一个继续。第一个是你，第二个是新的邮件地址，这里正确填入你的一个生日，这里的所有的信息的话，大家要如实的填写。那你的一个地址，我们选择一个香港的一个地址，你是九龙香港都可以。地址下面地址的话，全部要填写完。地址的话，如果没有我们可以用一个在线地址生成器来生成一下。我们打开 Google 搜索香港地址生成一下，或者你直接找个第一个吧。点击生成，看下面的话它会随机帮你生成。比如说我们选择九龙，点一下九龙，然后把我们的生成好的地址复制过来。填好以后，这里电话号码的话，我们选择一个中国，这里面选择中国。后面的话填入你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手机号，一定要填真实的一个手机号。那这里的话填入你的一个护照的一个地址，因为等一下它会进行一个实名的一个认证，这里的话一定要填。接下来我们点击一个继续，选择你商业的类型是做什么的，你按你实际问题我们点击，比如说我选择一个软件这里的话需要填入你的一个网址，你可以把你刚才申请的域名网址填进来。现在如果你暂时没有的话，你可以先随便填一个你的一个生意类型，你可以介绍一下你是做什么的。填好以后的话，点击一个继续。这里的话填入你的一个收款的时候显示的一个名字这里就是人家在你结账付款的时候，它会显示的一个名字。大家也填手机号继续。这里的话就要填入你的一个银行卡的一个信息。因为我们刚才的话已经用万里汇的话申请了一个香港的一个账户，我们点击这个店铺管理，这里面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一个香港的一个收款账户。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详情它会显示你所有的一个账户的一个信息，可以点击这个查看这个账户的一个详情这里的话它会显示所有的一个相关的账户信息。那我们只需要按照它里面根据你的一个实际情况填进来就可以。填进以后点击一个继续差不多后面的话都非常简单了。接下来的话要叫你设置一个2步验证。这里的话你可以是用一个 Google 的一个验证器来进行也没有问题。你可以设置一个安全的 email 也可以点击这个，或者说你点击这个使用短信也可以。短信的话你直接填入你的一个手机号就可以了。我们这里点击这个使用一个安全的一个，我们这里使用手机号点击这个我继续使用手机号这里的话填入你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手机号，点击一下确认就可以了。继续点击继续就行了。后面的话都非常简单。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 Stripe 的一个后台。你第一次进来注册以后等一下的话还会叫你扫码扫一下脸进行一个实名的一个验证你根据它的要求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填写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是测试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测试模式给打开这样的话你正在使用测试数据它不会真的扣钱。在里面的话我们点击这个余额，那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设置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个设置，这里有个付款，大家可以点一下付款这里支付方式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它在你支持银行卡、支持 PayPal、支持NIN 还支持微信支持支付宝付款任何都可以，都没有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注册这个 Stripe 账号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支持我们的微信，支持我们支付宝如果你做的是一个全球的一个独立站、全球的一个商业的话这些支付方式非常非常的重要。前期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测试模式打开当你的网站的话真的运行好以后，记得一定要把这个测试模式关闭。在这里模式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测试，我们选择这个测试如果真的上线的话，你可以选择上线的话就选择这个同时的话这边的话我们也把这个打开。测试模式的话也把它关掉。当我们的收款账号注册好以后的话，我们来到左边这个 WooCommerce， 这里有一个设置，我们点击这个设置，这里有个付款。在付款页面的话，我们这里有个信用卡付款，我们这个把它勾起来，可以勾起来。这里有一个往下面拉，这里有个 PayPal 付款，我们也可以把它收起来。PayPal 付款的话，我们需要先连接到我们那个 PayPal 企业账号，我们点击一下它，点击后面这里有个完成设置。完成设置，这里有个 API 设置，我们点一下它。API 设置的话，这里的话需要我们登录到我们的一个后台，我们这里点击连接到我们的一个 PayPal， 它会自动跳转一下。前提你先有一个企业的一个 PayPal 账号才可以。因为我之前的话已经
注册好了我的一个企业账号，那我这里直接就可以连接过来。那如果你是个人的账号的话，是连接不了的。这里连接成功，你看它会自动的全部把这些信息填进来，点击一个保存更改。我们再来点击这个付款，我们来设置一下Trip收款，点击这边这个管理。管理以后同样需要接入我们的一个 API， 我们点击这个 API 设置。这里有个连接到我的账号，那上面这个模式的话是测试。那如果我们正式上线以后，我们也要改成这个上线。这里连接到我们的一个 Stripe 账号，点击一个去连，我们去连接一下，点击选择好你的邮箱，继续。那我们这里点击连接到我的一个 Stripe 账号，那这里点击一个连接，因为我之前已经登录过了，直接点击连接就可以了。好，连接好以后的话，它会自动把我们的 API 接口的话填进来。这类模式我们让它上线，这里就可以点击上线，点击一个保存更改。我们的 API 的话已经连接成功。我们再到这个付款页面来，那我把这个货到付款先点开，因为等一下我测试的时候我会用到这个，但是平时的话，大家的话一定记得不要开。收款、货到付款非常麻烦。还有这里再点击这里有个账户和隐私。账户隐私的话，我们把这些勾都去掉，我们只勾上第2个、第3个、第4个。那我们可以把上面4个的话勾上就可以了。允许客户在没有账户的情况下下单，允许客户在结账时显示登录账户，允许客户在结账的时候创建账户，就是这4个，把上面4个勾上就可以了。勾上以后点击一个保存，点击这个高级。高级的话，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隐私政策、用户协议的给加进来。我们这里搜索一个 PRI， 这里有个用户隐私政策，我们把这个勾进来，点击一个保存更改。这样的话，我们的收款的话差不多就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发布我们的第一款产品怎么发布产品呢？我们点击左边这个产品，这里有个新增，我们点击一下新增产品。这里的话可以填上你要销售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名字。今天的话我会用到 GPT， 那我来随机生成一下。假如说我想在网上卖一个网页的一个模板，那我叫 GPT 先帮我写一些标题。这个的话可以改成你自己的。如果你卖其他资料的话，你可以跟他说你准备在网上销售数字产品，你的什么什么资料等等的，叫他帮你写几个标题就可以了。那这里比如说标题写好以后，我直接复制一下，粘贴到我的一个标题页面。下面的话就是对我们的产品的话进行一个描述。描述的话，我们可以借助 AI 帮我们写一下。那我说给我第一个的话写一个产品描述，我们的一个高科技的一个网站模板。那你可能卖其他产品的话，你稍微改一下，原理和方法都是一样的。它写好我们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那如果它上面还写的不够多，你也可以叫它。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GPT 模型的话换成一个 GPT-4o。GPT-4o 的话，它是目前 GPT 最顶尖的模型，它可能写出来的一个效果会更好。我再来试一下。我说给第一个写一个产品描述，我们来看一下 GPT-4o， 它写出来效果的话会好一些你看，明显 GPT 刚才第一个是 GPT-4写的，这个是 GPT-4o写的感觉会多一些东西，会专业一些。我也可以直接把它复制下来，粘贴到我这个页面来就可以了。下面的话一个产品的一个简短描述，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我们把上面的话随便复制一段过来，粘贴过来就行了。那右边的话，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产品的一个图片。那你的产品图片的话，那你可以先准备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用 AI 来生成。那今天有风用到的所有图片的话，我都是用 AI 来生成的。那目前市面上比较主流的2款 AI 生成工具，一个是 Leonardo， 一个是 Midjourney。那 Midjourney 的话，它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一个 AI 图片生成工具。它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的话，基本上就感觉跟我们相机拍摄出来的效果一样，它的真实。但是它是收费的，大概价格的话是在$20左右一个月。价格的话可能要100、200、300块钱一个月，但是它生成出来的效果确实好。如果说你第一次想体验一下，有风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给了一个 Midjourney 的一个合作按钮，大家可以先去合作一个账号来感受一下，可能只要几十块钱一个月。当然的话，Leonardo 的话，你也可以用 Leonardo 的话，你每天的话，它会给你一定的一个分数，你每生成一张照片，它会消耗一定的分数，大概的话总分的话有150分。那我们怎么样来生成照片呢？我们今天要做的一个案例就是我准备销售这种网页模板。那首先我们需要来到 AI 后台以后，比如说 Leonardo， 我点击这里一个图片生成，因为 AI 的生成图片的话，它目前的话只认识一个英文。那我可以叫它，比如说帮我设计一个
AI 的一个主页模板，想生成什么样的产品啊，你就在这里告诉他帮你生成就可以了。这里的话也可以选择模型，那它里面很多模型，每个模型生成出来的一个图片效果都不一样。点击一个生成，那下面的话就是它帮我们生成好的一些，比如说我这个网站的一个效果。我如果卖这些模板，我可以先来生成一下，原理都一样。你可以用这个生成很多照片，生成照片的话，你可以应用到你的网站上面，而且这生成出来的照片它不会有任何版权。当然，Midjourney 也可以，Midjourney 它是运行在我们这个 Discord 上面。如果你要使用这个 Midjourney 进行生图，你的电脑上需要先装上这个 Discord 的一个软件，装好以后登录你的后台就可以进行一个生图了。输入 Imagine Pro 就是第一个，然后把我们的提示语粘贴进来。后面的话可以来一个横杠 AI， 后面设置一下我的比例，比如说我是16:9，那我就要把这个比例发送给他。这个时候它就会根据我们的提示语帮我们生成很多照片。我今天用到的里面所有的这些图片，或者不管是人物还是我们的网页上用到的所有图片，我今天全部都是用这种 AI 生成的。当然，如果你没有相关的一些素材，有风会把我今天用到的所有的素材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我放在我的一个 Google 网盘里面，大家可以去下载下来，跟着我一起操作也是可以的。这些都是全部用 AI 生成出来的一些美女，我今天的话都会用到。Midjourney 生成好以后的话，它每次会生成4张照片。你喜欢第一个，你就点一下 U1，点了以后它会放大，放大以后的话，你再点击一下它，这里有个在浏览器中打开，它会把我们这张图片放得非常大，感觉生成出来非常的真实，也只有 Midjourney 能生成出这么真实的照片。点击右键把它保存在电脑上就可以了。当我们照片准备好以后的话，我们就来到我们这个后台，这里有个设置产品照片，我可以把我的产品照片的话传进来，点击左边这里有个上传，这里选择文件。比如说，我可以把我的封面图这张传进来，传进来后点击这个设置为产品图片就可以了。如果你还想要多要几张照片，这里有个设置产品相册图片，那我们可以多传几张进来，就是你一个主图里面它会显示多张照片，我们可以按住 Ctrl 键一次性多选择几张照片进来。这里你可以打勾，把它们全部勾上就可以。也按住 Ctrl 键可以进行一个多选。选好以后点击增加到相册，这里有一个产品分类，我们这里可以增加一个分类。我们回到我们的 GPT， 我告诉他回到 GPT， 我说给我一些网站的分类，它这里会给出一些我的网站模板的一些分类，我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有了 AI 的帮助的话，我们的效率的话确实可以提高很多。我直接把这边它所有给我的信息的话，我可以加进来就行了。那你有任何不懂的，你可以都可以问他。分类加好以后，这里我们可以加入一些产品的标签，比如说我这个是高科技行业，我可以填一个高科技网站模板。产品标签的话，产品标签它可以在 Google 里面还会获得一些排名，所以说大家写的时候还是可以稍微认真一点。左边的话，我们再来设置一下产品的一些数据。我们这里的话选择单个产品，我们这个是虚拟产品，勾上，点击这里可下载。这2个都勾上，常规价格，比如说我买99，那平时促销价格卖个59，我这个模板平时就卖59，99相当于是一个划线价格。这里的话可以增加一个可下载一个链接，这里的话填入你的产品的一个模板，这里的话可以填入你的产品的名字，右边的话给它一个产品的一个下载链接，你可以直接把你的产品的话的下载链接上传，点击这个上传到你的网站里面也可以。但是的话，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做，这样可能会加大你网页的一个服务器的负担。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文件先传到我们的一个百度网盘里面，通过百度网盘分享一个链接放进来就可以了。来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以后的话，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产品，假如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产品，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分享按钮，分享的话，我们这里永久有效，这里选择这个永久有效以后，我们就分享链接自动填取这个提取网，我们把它勾上，这里点击一个创建链接，这个时候就这个产品的话，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下载链接，我们复制一下它，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把我们的下载地址的话粘贴到这里就可以了。一旦有买家付款以后的话，他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文件的一个下载地址。下载设置你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下载不限制，下载到期，永久有效。如果你在国外的话，你这里还可以选择一下税收，你要收多少税这里可以。我这里测试的话，这里就选择5，这里的话就不需要填就行了。
所有的东西设置好以后，点击一下发布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发布好以后，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查看产品，我们可以来预览一下。点击这个查看产品，我们可以来预览一下。这就是我们刚才发布好的一个产品链接。那左边的话可以有多张图片，它可以进行一个轮播。然后这里的话，大家可以加入一个购物车，那点击这个加入购物车，它就可以去付款了。因为是我们这个是虚拟产品，所以说这上面它要买多少件，这个就可以让它不用显示，因为我们不是实物。那我们可以把前面这个的话给去掉。怎么弄呢？我们点击这个库存，库存以后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每个产品每个订单限购一个产品就可以了。然后再点击一下更新，更新以后我们可以在这个页面来刷新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购买的数量就没有了，因为虚拟产品的话不需要销售多次，那我们只需要他买一次就可以了。点击一下增加购物车，这里右上角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购物车已经有这个产品了，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去结算，来到这个结算页面，我们可以看到支持我们的一个 PayPal， 这里有个银行卡付款，这里有个 PayPal 付款。当然了，还可以微信、支付宝付款。我们刚才忘记点开了，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 W， 回到我们的后台，来到这里有一个 WooCommerce， 这里有个设置的话，这里有一个付款。我们把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一个支付宝给打开。这个的话，WeChat 就是我们的微信，支付宝就是这个阿里 Pay， 这就是我们的支付宝。设好以后，一定要点击左下角这里有个保存，你不保存的话，它不会生效。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话，它已经微信和支付宝都显示出来了，说明的话我们这里已经设置成功了。这是一个付费产品的一个设置方法。接下来我再来教大家，如果你想提供一个免费的一个下载，那怎么设置呢？我们首先点击这个全部产品，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复制一下这个产品，那我们就不用从头开始再设置。点击这个复制，复制好以后的话，在上面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我们的上面的一个标题。好，我们来到我们的一个GPT， 我们来到我们 GPT， 把我们刚才写的标题的话再复制一个过来。在上面的话，标题的话改一下，里面的内容的话你可以改。那这个地方我们选择产品数据，这里选择这个外联关联产品，点一下它。这里输入一个按钮文本，我们可以改成一个免费下载。这上面的话填入一个我们产品的一个下载地址就可以了。好，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百度网盘，把我们的下载地址的话复制过来。这里填上我们的一个下载地址。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网盘的一个下载地址。然后右边的话，这个主图的话，你最好还是稍微改一下。这里设置产品，我们可以换一个产品进来，换一张主图进来。设好以后，点击一个发布就可以了。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大概的话长什么样。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查看产品。这次的话就是一个免费下载的，不需要价格了。这里的话，上面这里有价格，我们把它去掉、删掉。好，点击一下更新。更新好以后，我们这边再刷新一下。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一个免费下载，它就会跳转到我们的一个百度网盘，我们直接可以在百度网盘下载了。在后面的话，我们加上一个 SHLP， 把网址后面我们上面主网址后面加上一个 SHLP， 可以查看我们商店里面目前上架的一些产品，我们就可以看到。通过同样的方法的话，我们可以复制，然后上架我们的非常多的一个产品。还是点击这个全部产品，点到全部产品以后，我们这里有个复制，大家看没有？你按住键盘上的一个 Ctrl 键，你点一下它，然后它会在新窗口打开。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批量的快速上架更多的一个产品。回到我们的 GPT， 我说再帮我写10个产品标题，关于各种网页模板这个的话你可以改成你自己的一个产品。GPT 的话会帮你写标题，写好以后你稍微更改一下就可以了。标题写好以后，我们直接复制，后面的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来打开我们的产品，我们来购买一个，随便来试一下。我们打开一个新窗口，打开我们的一个网页首页，后面打一个斜杠，打一张 SHLP，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然后它会出现我们的一个产品页，产品页后呢，我们随便选择一个购买来试一下。比如说第一个产品，这里可以点击一个加入购物车去付款。这里的话有个去结账，去结账以后的话，这里我们可以设置我们一个网店的一个优惠券，这里点击一个增加优惠券。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样设置一下我们的优惠券。如果有时候我们搞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发放一些优惠码。首先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 W， 回到我们的一个网站的一个后台。那左边这里有个营销，点击优惠券。这里我们点击创建你的第一个优惠券，我们来设置一下。这里输入一个
比如说我要优惠20%，那你自己还设一下。当然的话，你也可以让它随机帮你生成一个优惠代码也可以。啊，我这里输个这个1分，输入一个温迪20啊，我要优惠20%。这里我们可以优惠百分比，或者说优惠固定金额都可以，来个百分比优惠20%。啊，这里有个到期日期，你可以设一下。如果你不设的话，它就一直有效。这里有使用限制，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最低要花多少钱才可以用我们这个优惠啊？比如说最低要花99才可以用，你这里都可以设一下。针对哪个产品可以有这个优惠券，我们这里可以来具体填一下。使用次数我们来看一下，每个用户的话，我们可以设置每次只能用一次，我们把这个次数改成1。每个用户的话，这个优惠券只能用一次。设好以后，我们点击这个发布，点击发布以后，我们再来试一下。这里我们把我们刚才设的好的优惠券来试一下，点击一下应用，我们可以看到优惠了20%，是吧？它直接从59变成47，啊，说明我们这优惠券设置成功。那左边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那左边的话，我们可以填入我们的一些信息，买家的一些个人信息，它左边的话可以填一下。填好以后的话，我们这里可以选择微信付款、支付宝、PayPal 的付款。因为今天我是演示啊，我这里把货头付款开通了，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点击这个下单就可以了。下单以后你的订单已经收到。接下来我们的一个管理员邮箱就会收到一封邮件，提醒你有人在你的一个网站里面下单了。这个是买家收到的一个买家下单以后的话，他也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感谢你的惠顾，你的订单已经收到。我们商家就可以在后台进行处理了。同时，如果你是网站的一个管理员，那你的邮箱里面也会收到，这里有个新订单提醒告诉你你的网站里面有人下订单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来到你的一个后台，我们点击左边这个订单 WooCommerce 这里有个订单，那这里的话就可以看到有哪个卖家下单了，我们这里可以看得到。我们点进来，我们可以来处理一下我们这个订单。右边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动作，这里点击一个向客户发送一个订单信息。状态的话，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已完成，你还可以选择其他都可以。选好以后点击一下更新，这上面的话会显示我们买家的所有信息都会在这里面进行显示。你这里处理完以后买家的话他同时也会收到一个订单信息。这里买家的话他的电子邮件就会收到尊敬的某某某，那你在哪里下的订单如下，这个是产品，那这个是下载地址，那我们的下载地址的话会自动发送到他的电子邮件里面的。这个时候他也可以来到他这个后台，我们来刷新一下，这里的话有个下载地址，我们来到我们的首页来看一下，点击我们来首页看一下，我们顶上的话，这个时候现在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的菜单栏的话什么东西都没有。接下来我们可以往里面加，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加上首页联系我们博客，或者说是一个商店，我们这里可以加。那怎么加呢？我来教大家一下。首先我们来先这个页面这里有个新页面，我们来加一下。我们可以来先建一个我们的一个首页，点击首页，这里点击一个发布。然后我们还可以点击这里新增页面，我们可以来一个，我可以按住 Ctrl 键点击这个新页面，它会多打开几个窗口，可以在这些窗口分别来加。这里可以改成一个联系我们，发布，再来设一个关于我们，发布，再来设一个博客页面，发布。发布好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来点击这里有一个，接下来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外观，外观的话这里有一个菜单，点一下它。菜单这里我们来设一下，比如说我这里来一个主菜单，主菜单的话，我们这里勾选一个主要菜单，来点击一个创建菜单以后的话，我们再来点击这里有个查看所有，把我们首页要显示的一些菜单栏的话点进来，比如说我们可以把首页加进来，关于我们加进来，博客页面加进来，商店加进来，还有一个联系我们加进来，点击一个增加，增加进来以后的话，我们可以来保存一下菜单。那我们来首页的话，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可以看到我们上面的话，这些已经有了。当然我们可以更改它上面的一个显示顺序，直接挪动就可以了。我把商店，比如挪到第2个，联系我们把博客挪到第3个也可以。那点击一个保存。如果说我们想在它下面设计一些子菜单也是可以，比如说我打查看所有，再来一个退款政策，再来一个隐私政策我们点击增加到菜单栏。增加菜单以后，比如说我们要把它加到我们的一个关于我们下面有个2级菜单，我们可以直接拖到它下面来，往右边拖一点，这个也是拖到下面，往右边拖一点，它会变成我们这个菜单的2级菜单。
我演示给大家看一下大概怎么显示的。刷新一下，刷新好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话，你看下面的话就有我们的2级菜单，直接就可以点下面的2级菜单。那现在的话，我们首页的话什么都没有，那我们需要来更改一下。因为现在首页全部是空。在做之前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设置按钮。在开始之前，我们可以来到这里有个设置，这里有个阅读，把我们首页要显示的页面的话先改好。比如说默认的话是我们的文章页，我们改了一下，改成一个主页，改成我们的一个首页。那文章页的话改成我们的博客页。点击一下保存更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的首页，来看一下。我们首页现在变了，你看一片空白，啥都没有。接下来我们就来设计一下这个页面。回到我们的后台，点击左边这个页面，所有页面，来到我们这里有个首页，我们刚才新建好的首页，点击这个编辑。点了编辑以后，我们使用左上角这个使用 Elementor 进行编辑。接下来我就来教大家怎么样一步一步来设计出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首页的一个样式。大概的话就是相当于这个效果。进入页面以后，我们会来第一次进来的话，我们先把这个点击右上角的这个叉把它关掉。我们点击这个加号，这里有个弹性盒，点一下，我们选择第一个。这个的话相当于加了一个容器进来，很简单，只要大家跟着我的步骤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了。左下角这里有个导航器，点一下它会实时显示我们现在正在编辑哪一个窗口。首先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的背景颜色。背景颜色我们点击这个以后，点击这里有个样式，样式的话这里有个背景，背景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比如说我可以设置一个渐变，渐变的话，我这渐变的第一个颜色是什么颜色？你可以在这里的话稍微改一下。下面的话你可以拖动来进行一个选择。比如说我第一个颜色我可以设成一个蓝色，第二个颜色的话，你想要渐变的一个颜色，你可以来改一下。第二个颜色我可以改成一个紫色。好，这上面就设好了。颜色设好以后，角度的话我们这里可以稍微改一下。比如说我改成一个90，它就可以左右的一个变换。这里的话，你角度不同，那它上面显示的方式的话就会有所不同。我们需要我们的一个网站的一个口号如果这个口号你不会写的话，你可以交给 GPT 来帮你写一下。我来了 GPT 以后，我给这个提示语发送给他，我准备做一个付费下载网页模板的网站，帮我想一个口号。我会把这个口号的话放到我的最上面。那我这里可以随便选一个口号，比如说我选的这个轻松建站，提升品牌形象。回到我们的 Elementor， 我们点击这里有个9个点，点了这个9个点以后，我们点击这里有个9个点以后，这里有个标题，我们把它拖进来，把我们的口号的话粘贴进来。点击这个样式，我们让它居中。点击这个排版，我们把这个字的颜色，我们点击这里有个文本颜色，点一下它，我们把它改成一个白色。点击这个排版的话，我们可以来设置它字号，比如说我设成60。这下面有个行高，行高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我们可以比如说改成一个70。这个大概的话就是我们上面的一个效果。我们再点击这个9个点，我们再来一个2级标题，对我们上面的口号进行一个阐述。可以回答 GPT， 我再把这个提示语发送给他。我说再来一个2级标题，主要是介绍网站资源的一些2级口号。我们可以把我们下面的话直接复制过来，回到我们这个网站后台，把我们这句话的话也粘贴进来。同时的话，我们让它也来居中，把它颜色的话也改成一个白色。字号的话，我们可以稍微改一下，点击这个排版。字号的话，我们可以比如说18，我稍微让这段字的话稍微大一点。下面的话，我们再来加一个搜索的一个窗口。我们在这里往下面拉，这里有个 WordPress， 这里下面找到这个搜索，我们直接把它拖进来。拖进以后，这个搜索不是很好看，我们来设置一下它。我们点击这个高级，高级的话这里有类句，我们来设置一下。先点一下这个将值连接在一起，点一下它，我们先把它取消掉。我们把这个 px 的话改成一个百分比，左右的话我们设一个25%，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相当于就已经左右设置2%，它就把两边的话就缩短了一些。然后我们在下面再设置一些小的图标进来，我们点击这9个点，这里面搜索一下，搜索一个图标，这里有个图标列表，直接把它拖到这个搜索框下面。这里显示方式，我们点击行类，点一下它，它会横铺。这里样式的话，样式，然后只让它居中，稍微让它居中一点。那我们来可以设置一下这些图标的还有文字的颜色。首先我们点击文本，我们把文本的颜色改成一个白色吧，不然的话看不清。
上面这里有一个图标，图标我们可以让它稍微大一点，这里尺寸你可以拖，它会这个图标的话它就会更改。图标的颜色我们这里也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你显示白色，或者说绿色、蓝色都可以。比如说我来一个绿色，然后这个图标的一个图标我们也可以改一下，在上面对应的图标还有里面的内容我们都可以改一下。我们点击这个内容，比如说第一个图标我们点击一下它。这里的话，文本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说电商模板，这上面就是你要主推的一些东西。这个图标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它里面有非常的图标，你想要什么图标，你可以在上面搜索来试一下。这里的话，因为演示，我就随便选一个。接下来第二个的话，同样可以改。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列表比如说我第二个改成一个旅游模板，我中间的话图标的话，我也可以改一个，随便选的。第三个的话，我也可以改。第三个的话，点击第三个我可以设置一个 AI 模板，上面的话大概就已经设好了。我们可以把它点击这个，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小标，我们来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显示的样式。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话，它没有全部拉满，而我们网页是全部拉满的。那我们来怎么来设一下呢？先点击这个把它收回来，然后左下角设置，这里的话页面布局这里我们改成一个 Elementor 全宽，这样的话它就会把我们整个网页的话就拉满了。我们再把它收回去，我们可以看到是吧？两边的话它已经拉通了。再点击这个把它收回来。上下的高度的话，我们再来调一下。我们点击这个主的这个容器。如果你不知道在哪里调，左下角这个导航器点一下就会出来。点一下它以后，我们点击这里有个高级。点了它以后，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布局。布局的话，最小高度我们这里设一下。我们这里选择一个 VH， 我们设置成一个比如说80。整个页面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变高了，我们需要让它往下面挪一下。主轴对齐的后面选择一个居中，你看它就跑到我们的中间的位置了。差不多就是这样，中间的了已经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加一个背景在我们的后面。首先我们点击这个主容器，这里有个样式，样式这里有一个背景覆盖，我们点击一下它。我们可以来加一个背景，点击这个经典，后面这个图像我们就可以传一张进来。我们可以随便找一张我们网页的一个背景图片，可以随便找一张作为一个背景。本期用到的所有的素材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我会给大家一个链接，大家可以下载下来，跟着我一起操作。点击这个背景，我们点击一个选择，背景填进来以后，左边的话我们需要改一下，这里有个定位，我们改成一个中心居中。背景这里选择一个不重复，显示尺寸我们选择一个覆盖，不透明度这里我们改一下，改成一个0.05。好，这样的话背景的话就不是很明显了。那我们来大概看一下，设了背景以后，我们这个地方看出来的一个大概效果。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设置我们的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精选产品这部分。方法还是很简单，左边的话我们先点击这9个点，然后点击这个容器，我们直接拖到这个里面来，把我们的标题的话拖进来。假如点击这个9个点，把这个标题拖进来，再拖一个小的一行字进来。这里有个文本编辑器，我们拖到这个大字，拖到这个标题下面，放到下面。这个字我们可以改一下，改成一个精选产品。这个我们字我们可以改一下，改成一个精选产品。下面的话有一段文字，我们可以来对我们上一段文字进行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我们可以来到我们 GPT， 把我们刚才生产好的一些文案，直接随便复制一段过来，粘贴到下面来。字号的我们改一下，点一下精选产品，点击样式，这个笔排版我们改成一个，我觉得35差不多。下面这个字的话，点一下它，点击这个排版，我给它改成一个18，差不多了。我们要把我们的产品的话加进来，我们点击这个9个点，这里的话我们来搜索一下减码，这里会出现减码，我们把它拖进来。接下来我们把这段代码粘贴进来。这段代码的话，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直接来把这段代码复制过来。接下来点击进来以后，这里有个点击应用，点了应用后，你下面看不到任何产品没有关系，我们需要来到我们的后台，我们先来到我们首页，我们打开我们首页以后，点击左上角，先回到我们的后台，我们先把我们需要主推的一些产品的话给标出来，点击这个产品，点击全部产品。全部产品我们这里看到有个5星，那如果我们把它点上，说明这个产品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精选产品。你想把你主推的产品的话，后面的对吧，点上就可以了。点上以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Elementor， 我们来点一下更新，记得一定要点更新，更新以后点击刷新，那我们产品的话就会出现在这个位置。
那大家可以看我们产品的话，这里已经加进来了。大概的话，效果的话就是这个样。那你看到这里有一点错乱的话，没有关系，我们稍微调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点击一下它，这里的话可能行数你可以改一下，这里数字的话你可以改，比如说你只显示一个产品，显示3个产品可以，那差不多就可以了。这数字改一下，我们这边的话差不多就没有问题了。然后后面这个 feature 呢，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我也可以改成我们的一个分类的一个名字比如说我这里有个产品，这里有个分类，我只想显示，比如说我只想显示我企业网站里面的产品，我复制一下它，回到这里把这个关键词的话替换一下它只会显示我们刚才你要这个时候的话它只会显示我们特定分类的一个产品。你按住 Ctrl 加 Z 可以撤销一下设好以后点击一下应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精选产品离我们上面的话太近了，我们可以改一下，我们点击这个按钮你也可以把导航器给打开，你要确保你选中的，你点这个眼睛，如果你不确定是把我们整个区域选中了，点一下它，点击这个地方，点一下它以后，这里有个高级的话类距我们来设一下。首先我们先点一下这个连接，点一下如果你不点的话，你改一个后面会全部跟着改。我们上下的话改成100，比如说距上面100，假如说我们距上面100，你可以看到它离上面的话就远了，而下面的话我们也可以设一下100，它会离我们下面的话也会远一些。好，这样的话它就差不多离远一点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让我们这个字离下面远一点，可以我们先点一下这个字，这里有个高级，设置方法一样，先把这里去掉，这里距下你可以设一下，比如说距下50，可以看到它离我们下面的话就会远一点了。改好以后记得点一下更新。这一段的背景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它设一个背景颜色。我们点一下这个点，点击同样是点击这个样式，样式的话这里有个背景，背景的话我们这里点一下经典，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颜色，点一下我们可以比如说加一个浅色的底在下面，加一个浅色的灰在下面，也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设一下。那这样的话它就不是这种纯白的了，有一点带这种灰调调的这种感觉。那接下来我们来做我们的下一个区域，下个区域的话我们就不用这么麻烦了，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上面这个。我们先选中这个容器，也就是点这个地方也可以，点击这个紫色的，点击右键，这里有个复制到对象下，那它会复制一个我们上面同样的一个区域下来。接下来我们把下面这个内容不需要，这个减码这个区域不需要，我们直接点击右键删除就可以了。我们可以让我们这个字的话居中，点击样式，这里有个居中，下面的文字的话也可以让它居中。这个区域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些图片的一个导航我们可以改上我们的一个，我们可以改一下字，说我可以改成一个模板丰富。下面这段文字的话，我可以复制过来，或者我可以来到 GPT， 那再来复制一段我上面之前生成好的一些口号，直接把下面的字改掉就可以了。点击内容，点击把它粘贴进来。这次的话，我们颜色的话可以把它改一下，我们改成一个白色吧，或上面的话区别开，点击样式，这里有个背景颜色，我们这次改成一个纯白，看它和我们上面的话就区别开来了。接下来我们再设置一下这个图片，怎么让它显示成这个效果。这里面可以显示一些我们的一些实例，我们有多少模板都可以在这一段这个位置进行显示。那回到我们这个编辑后台，我们点击这9个点，这里有个容器，我们可以拖一个进来。我们再点击这9个点，我们再拖入一个进来，作为它的一个子容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图片的话再拖入一张进来。点击这9个点，这里我们选择图像，拖一个图片进来。我们这里可以更改一下，我们这里要显示的一张图像，可以随便选一张图片，点击一个选择，再点击这里有个9个点，把我们下面拖一个标题进来，直接拖到它下面就可以了。这里的话可以设置一下我们有多少模板之类的。比如说第一个的话，我叫做 AI 行业模板，可以打到下面，点击样式让它居中。我可以复制一下它，点击右键，这里有个复制，这里可以复制到对象下来，可以显示一下。比如说我这个 AI 行业模板，我有5000个，我可以来个5000加。我可以更改一下这个字的颜色，上面的字号我们可以改，点击一下它，点击样式，这个排版我们改一下，改小一点，不要太大了，20差不多。下面的话我们也可以改一下它，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字改一下，点击样式，把这个排版。下面的话我可以改成18，比它上面稍微小那么一点点。同时的话，颜色的话我们也可以改成一个其他的一个颜色，比如说5000加。然后我们把整个容器给选中，点一下这里面这个容器，我点一下这个，就是装下
右边的话可以显示出来装我们这个图片还有我们这两个标题的这个容器，点一下它，把它点中。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你把眼睛去掉，你就知道你选中的是哪一个了。我们点击这个布局这里有个间距的话，我们改成10吧，让它稍微离上面近一点。你看它离上面的话就稍微近一点。我们再让我们这行字这个字离我们上面的图片远一点，我们点击一下它。点击这个高级的话，这里有个外距，我们先把这个链接点一下。距上面的话，比如说15，稍微让它离我们上面的图片稍微远一点。我们再复制一下这个图片，我们把整个区域的话再复制一下，点一下这个地方，点击右键，这里有个复制到对象下，再来一个，再复制到对象下。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话，我们就多了2个一模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把外面的主要的一个容器选中。点一下它，右边的话也会显示。点到外面的，所以说我们刚才在最开始的时候要加几个容器，这样的话方便我们进行调节。我们点击一下最外面这个容器，点击这个布局这里的话对齐方向，我们点击这个行向右，它就会全部的话跑到我们的一行来了。我们把左右的这个距离的话再改一下，点击一下它，这里上面有个高级的话，我们这里把这个类距的话设一下，类距。我们先把它调成这个百分比，左右的话我们改成一个15%，让它的话稍微远一点。你看这样的话，如果你觉得15%太远了，你可以调成一个10%也可以，让它离我们两边的话稍微远一点，不要挨得太拢了。那这里面的内容的话，我们就可以改，比如说第2个的话，你可以改一下。那里面文字我们都可以改一下，这后面的话都可以改。下面的数字的话，你也可以稍微改一下。这个可以根据你实际你的网站里面有多少资源来改一下。好，这个区域改好，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按钮把它收过去。我们可以来大概看一下，我们现在网站的话长这个样。接下来我们来增加下一个区域，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最新产品这个区域，我教大家怎么样来操作一下。首先点击这个把它收回来，我们点击这里一样的，再点击这个加号，这里的话点击一个弹性活，点击向下这个容器，增加一个容器进来。我们把背景颜色的话改一下，因为刚才中间是白色，我们下面改成一个灰色，让它有一个对比。6个点，点一下它。这里样式的话，我们把背景颜色改一下，点击这个经典背景颜色，这里选一下，我们还是用浅色一点的灰吧，非常浅的这种灰。我们再点击高级的话，我们把这个。我们再点击高级，我们把类距的话稍微改一下，点一下这个链接，上下的话我们改成各100，居下也是100，不然的话到时候它离我们上下的话会太近了，就不怎么好看。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在里面点击，这里有9个点，我们再拖一个容器进来，我们再复制一个容器，点击这个地方，点击右键，这里有个复制到对象下，我们复制一下，我们选中外面这个主要这个容器。点击方法一样，点击布局，这里有个向右，让它们排成一排。左边这个容器我们先改一下，我们点一下这个左边这里有个布局的话，我们宽度的话改成一个全宽度。那比例的话，我们可以设一下，比如你看这里它会显示，或者说你直接鼠标在上面拖也可以，我设成一个30%左右就可以了。我们把可以拖个文字进来，点击这9个点，把我们的文字的话加进来。这个地方我可以改上一个最新产品样式，我们可以让它居中。加进来以后，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点一下它，选中我们的容器，这里有个居中，我们点一下，让它稍微靠我们这个容器的中间。字号的话太大了，我们可以改一下，点击样式，我们先点一下笔，点击这个地方有支笔，点击这个样式，我们这里有个排版，我们把它字号的话改一下，这个确实有点大，改成一个35或者一个30的话就差不多了。左边设置好以后的话，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一排字。那我们可以把我们想要写的字的话打进来。那比如说我们之前生成好的一些文案，我可以直接复制过来，点击9个点，这里有个文本编辑器，拖一个进来，拖到它下面放，把我们的字的话粘贴进来。我们还可以点击这9个点，那么下面的话还可以放入一个按钮，把这个按钮直接拖到它下面来。这个字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改成一个查看全部产品。左边这个地方容器，我们可以把它背景颜色改一下。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点击这里左上角，它这里把它选中。这里背景颜色我们来改一下，用渐变，我觉得比较好看。这里颜色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主要是一种白色和一种蓝色相间的这种感觉。
那我们这里也可以设置，点击比如说第一个是我们的主颜色，主颜色上面是白色，下面的话次要颜色我们点击这个红，我们选择这个有一点蓝绿的这种效果。那不透明度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稍微降那么一点，拖动下面这个就可以了。好，这样显示的就差不多了。我们再点击这个高级，高级的话这个类距我们再改一下，先点击一下这个链接这个图标，点一下它，不然的话改一个后面会全部跟着改。因为它这个离我们两边的话挨得太近了，我们可以把它左右，比如15，比如说右边的话左右都改成15，它这样的话离我们两边的话稍微就远那么一点点。那这个按钮的颜色的话，如果你想改，也可以点一下这个按钮，然后这里有个样式，这里有个按钮的一个背景颜色，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改，你想改成什么颜色呢？这里面的话都没有问题，我改成一个黑色。然后我们来右边还是空的，我们点一下我们的右边，我们还是点击这个9个点，这里搜索一个减码，直接调用我们的产品，把我们减码的话拖进来，把我们这段减码的话直接粘贴进来。这段减码的链接的话，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到时候可以直接复制过去，把它放进来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这个区域差不多已经设置好了，看一下，大概的话，我们首页的话就简单的就设计好了。那如果你的产品不多的话，首页的话，我觉得也不需要搞得太复杂。这里的话有个查看全部产品，你可以在上面的话加一个链接。我们打开首页，这里有个商店的地址，我们点一下它，这后面复制一下这个链接，加到我们这个查看全部上面来。点加它以后的话，这里有个内容，我们把链接加到上面来。这里点击设置，我们可以设置在新窗口打开，好，更新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有人点了它以后，我们来回到我们首页来看一下。回到首页以后，我们这里有个点击查看全部产品，它就会跳转到我们所有的产品页面。首页设置好以后呢，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关于我们的页面。关于我们的页面的话，大概长什么样，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要设置的关于我的页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有我们的团队，有客户评价等等，我们来设置一下。先回到我们的后台，进入网站首页，点击左上角这个 W， 点击在页面这里有个所有页面。所有页面的话，这次我们点击这个关于，我们点击这个编辑。顶部的话，我们选择这个使用 Elementor 进行一下编辑。那这次的话，我们不需要从头开始设计了，我们可以直接把我们刚才首页的复制过来。我们点击一下它，把这个导航器打开，点击我们顶部这个区域，我来看一下，我们顶部是这个区域，最顶上这个容器。点击右键，这里有个复制，复制好以后回到我们这个页面，在中间点击右键粘贴，那我们这个区域的话就会粘贴进来。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它现在没有全屏展示，我们先把它收回来。这里左下角点一下设置，同样改成一个 Elementor 全宽。现在的话它就进行一个全屏展示了。把中间不要的部分，因为我这里的话没有搜索，点击右键把它删除掉。下面这个也没有点击删除掉。这里的话可以改一下字，改成一个关于我们。下面的话可以也写一点字。如果你不会写的话，我们可以叫 GPT 帮我们生成一下，帮我写一个关于我们页面的信息。我发送给他，叫 GPT 帮我写一下。关于我们页面的话，我们来写了。这里复制一下，随便复制一个吧。把下面的字的话改一下。中间的话可以换一下行，不然的话它显示到一行会有一点长。那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话如果宽度太多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变窄一点。我们把导航器打开，点击一下这个容器，然后布局这的话80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60，让它稍微变短一点。这样的话就差不多了。好，接下来我们再做我们的第二部分，我们的团队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团队这个部分。方法一样，先回到我们刚才首页这个页面，把这个模板这个区域的话，我们把这个区域点一下它，把这个区域复制过去，把导航器打开，先点到这个区域，点击右键，这里有个复制，回到我们这边，在这个中间的位置点击右键粘贴进来。这样的话我们这里给加进来了。在上面的字的话可以改一下，改成一个我们的团队。下面的文字的话可以稍微改一下，我们的团队成员大概这样复制一下，把我们的内容的话粘贴进来。太长了，我们按一下回车把它分一下行。下面的图片的话就可以稍微更改一下，改成我们一些团队的照片。点击这里选择图像，可以把我们老师的图片的话都加进来。这些图片的话完全是有风用 AI 生成的。如果你也想要这些图片的话，
那链接的话，本期视频用到的所有素材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我放在 Google 网盘里面，大家可以直接下载下来用。这里的话可以对我们讲师进行一下改一下名字，比如说这个是设计总监，比如说这是我们的设计师，他的名字你可以随便改。第二个的话你可以第二个的话是一样的，改一下他的名字。第二个比如说是我们的创意总监安安。那第三个的话可以是我们什么客户经理谁等等，大概的话就是这样设置。那接下来再来我们的客户评价这个区域，客户评价区域的话，同样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把上面这段复制下来，点击这个地方，点击右键把它复制到容器下。上面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背景颜色可以改，点击一下这里，点击这个6个点，这里有样式，我们把背景颜色稍微改一下，颜色的话点击这里颜色的话我们还是来一个比较浅色一点点的，但是不是纯白的颜色。好，这样就可以和我们下面的话进行一个区别。这里可以改成一个，我看我客户评价。好，我们可以让它左对齐，点击样式左对齐。下面的话也可以来一个改一下下面的字，也可以先让它左对齐。客户评价相关的信息，那你这里面的话你都可以稍微改一下。那下面这个内容的话我们不需要了，我们把它删掉，点击右键，这里有个删除，把下面那块删掉。接下来我们需要把我们下面做成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教大家怎么样来制作。首先点击这里有个9个点，拖动一个容器到它这个下面来，再拖一个进来，再拖一个在它里面来，再点击9个点，我们这里再搜索一个推荐信，把它拖进来。这里面这些信息我们都可以改，比如说这里面那个头像，我们可以改成我们一个客户的一个头像，比如说我随便选一个。我们点击这边，先选中我们这个区域，点击这个样式，这里有个边框，我们把里面这个子容器选中一下，也就是装我们推荐信这个容器，点一下它，这里有个样式，这里有个边框，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边框，比如说我改成一个15，现在的话你可能看不到，我们点击到这个合阴影，把阴影设置一下，你就看得到了。模糊我改成30，扩散的话改成一个-10。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是不是现在看得到它这个边框的一个样式？我们再来复制2个，点击右键，这里复制到对象下，再点击右键复制到对象下，再选中外面这个主容器，就是外面装我们3个容器这个方法一样，点击这个布局，这里有个方向向右，这样它就全部排成一排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概效果。我们点击第一个这个容器，点一下它，点击第一个容器，点击高级。那外距的话我们来设一下，先点击这个链接把它点一下，我距下改成一个20，我这几个我把它删掉。内距的话比如说上的话40，其他的话我改成25，让我们这个的话文字的话稍微居中一点。接下来我们点击上面一个右键复制一下，把我们的格式的话直接点击右键粘贴到它上面来，点击粘贴样式，这个也是点击右键粘贴样式。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文本的样式它也会自动的复制过来。可以把整个区域的话再复制一排，点击最外面这个容器，点击右键复制到容器，点击右键就复制到对象下，我们这个差不多又加了一排进来，大家可以看大概的话样式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做的就是更改里面的内容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把第2张图像全部改一下，第3个我们的客户头像的话也改一个。然后我们这里面评价内容还有我们的客户的名字，他的职业我们也可以改，点一下这个笔，这里有个内容的话，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改进来。内容的话我们可以叫 GPT 帮我们生成一下，我叫 GPT 帮我生成10条客户评价。好，它这里生成好了，我直接可以复制过来粘贴到这里就行了。评价的话就改好了。下面的话是它的名字这里一个名称，下面的话它的职业这里的话都可以设置，那后面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好，我刚才的话已经把我里面的内容的话全部都改好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页面的话大概的一个效果已经差不多设计完成。接下来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更新按钮更新一下。接下来我们再来设计一下联系我们这个页面。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联系页面的话大概长什么样。上面是我们的一个顶部栏，那左边是我们的表单，右边的话放上一张图片非常简单。下面放上我们的联系电话，我们的一个地图都可以加进来。先回到我们的一个网站的一个后台，网站后台我们点击页面，这里有个所有页面，所有页面这次我们点击这个联系我们的页面，点一下编辑。
一样的点击这里使用这个 Elementor 进行编辑，然后来到我们刚才制作好的惯用文页面，我们把最顶部的话同样复制过去，把这个导航器打开，我们把最顶部这个容器的话复制过来，我们先确定一下是不是它，点击这个眼睛就可以看到。是它，我们点击右键复制，来到我们这个页面，点击这里，点击右键这里个粘贴，粘贴进来以后，和刚才一样，左下角设置，这里改成一个页面布局，改成一个 Elementor 全宽，把我们这个的话改成一个联系我们。那这下面的话也可以帮我们改一下内容。那如果不会写，我们来到 GPT， 帮我写一个联系我们页面的信息。我们直接可以复制一下，那回到我们这边，把中间的字改一下就可以了。太长的话，记得换一下行这样的话它会分成2排，加到下面来。如果太长的话，我们可以点一下回车，把它换成2排。后面那个背景的后面的图片我们可以改。我们把导航器打开，点击这个容器这里的样式的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背景覆盖。这里我们可以换一张，我们可以换成随便其他的一张照片，把我们的背景图片就换了一下，点击更新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9个点，点击容器拖到这里面来，然后的话我们再点9个点，再点一个进来，再拖到它里面来，相当于有3个。我们选中最外面这一个容器，点击这里布局的话，这方向点击一个向右。最里面这个容器的话，我们点一下它，点击右键，这里有个复制到对象下它自动的话就会排成2行，排成2列。那右边的话，我们可以加入我们的一个图片，或加入我们的文字信息上面的话点击9个点，加入一个文本标题进来，这里改成一个联系我们，我们可以让它点击样式居中再点击9个点，我们可以再拖一个图片进来，拖到它的下面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换一张照片，换上一张我们一个客户的一个照片，换上我们一个客户的放上我们一张美女的照片进来。大概的话就放到这个位置。左边的话就放上我们这个表单。这个表单怎么做来设？那我们需要来到我们的一个网站的后台。那我教大家一步一步来设置一下。先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左上角这个 W， 可以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回到后台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里一个 WP Form， 就是我们在最开始的安装的这个表单插件。然后我们点击这里有个新，点击左上角这个新增。新增以后，我们点击这中间简单的联系表单，点击使用模板。来到这个简单的联系表单。首先我们点击第一个，以后，这里有个高级。高级的话，我们这里可以选择一个大型，点击通用，这里我们选择格式，选择一个简单。这样的话就是非常简单。第二个的话，电子邮件这一样的，我们点击这个高级的话，这里点击一个大型它同样会铺满。下面的话都是一样的。那这上面的名字的话，名称这里你可以改一下。比如说，你可以改成一个怎么称呼你。第二个电子邮件这里你也可以改一下，点掉它以后点击通用，这里可以改看。比如说你的邮箱，这里你可以改成一个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可以把这里面的内容的话都可以进行更改。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增加字段，这里有个下拉我们可以加进来。加拉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字段选项，点击一下下拉同样点击高级的话，与一样的字段大小，点击一个大型。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加一些内容，点击这个通用。比如说第一行，你可以选择一个，比如说售前问题，那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他在提交他的问题之前的话，他可以先选一下。第二个订单问题，第三个其他等等。如果你还有更多的话，点击这个加号就可以了，不需要点击减号。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页面的话，大概的话就设置好了。前面3个怎么称呼的和邮箱的话都是必填的。如果你不想必填，你把这个勾上去掉就可以了，它就不用必须填。我建议大家的话，把这个邮箱还有这个称呼的话都必填的话勾上。设好以后，我们点击这个保存。这个表单名字我们可以改一下，点击这个简单的联系表单，你可以改成一下，比如说改成一个名字叫联系表单，点击一下保存。回到我们联系页面这个页面，点击左边这个更新一下。更新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里有个9个点，这里输入一个 WP Form， 直接把它拖进来以后的话，这里的话我们选择我们刚才建好的这个表单，这样的话我们表单加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大概的话就是这个样式。现在的话我们还可以跟它加一个边框，就像这样，看起来的话会更舒服一些。怎么做呢？我们选中这个区域，然后这里有样式，这里有个边框，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
边框类型的话，我们来可以，比如说边框的一个圆角，我们来设成一个15，设好以后的话，点击这里一个合阴影，点一下它。好，这里距模糊的话，我们可以设成一个30，扩散的话改成一个-10。好，我们这次再来看一下，看是不是这样的话，就有一种这种投影的效果了。但是它离我们边上太近了，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边距，点一下这个按钮，容器，然后点击右上角一个高级。高级的话，我们改一下类距，点一下这个链接，先把它取消。类距的话，我们设成一个30吧，全部改成30。好，你可以看到我们它来看一下效果，这样的话就好看多了。如果距上面的距离的太近了，我们也可以来设置一下，点击外面最大的外面这个容器，那点击高级。高级的话，我们外距可以改一下，比如说距上面的话100，我们可以设一下；距下的话，我们也可以设成100，那它离上下的话就会远很多。设好以后点击一下更新。下面的话，我们来增加一个联系地址，还有我们的地图也是可以加进来的。那同样，我们点击这个9个点拖到这下面来，我们再拖一个容器进来。拖一个容器进来以后，我们点击这上面右键，我们可以复制一个到对象下，再选中外面这个容器如果你这里面选不了，左边这里点击个布局，这里有个向右，让它排成一排。左边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增加我们的这些内容。这个怎么做呢？我们点击这个9个图标，这里搜索一个图标框，大概就是这个，把它拖进来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样式，样式的话我改成这个图标位置改成左边，垂直对齐的话我让它居中，就是这个图标。这个图标的显示样式我们也可以改一下。假如说我们第一个的话是联系地址，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图标库，这里面你可以选择一个像地址的一个，比如说我搜索一个地图，地图这个标就是这个，加进来把它插进来，大概的话就是这样一显示的一个效果。我们还可以更改一下它颜色，点击样式，样式这里有个图标的一个颜色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可以改成你想要的一个颜色。所以我改成这个颜色，颜色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其他浅一点的颜色吧，这个颜色可以，那随便让我们把图标的颜色改成这个的颜色。这个字的话，如果你觉得太大的话，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内容，内容的话这个排版我们可以把这个字的话稍微变小那么一点，这样的差不多了。那这上面的字我们可以改一下，改成内容字，这里改一下，改成一个联系地址。下面的话可以填上你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地址，随便填一个吧。内容间距这里我们可以设置一下，这可以调整一下我们这个距离，我们把它拖到0。第一个设好了以后，下面就比较简单了，我们点击一下它，点击右键这里复制到对象下，再点击右键这里再来一个复制到对象下，点一下这个主容器，然后再点布局，我们再点击下就可以了，它就会跑到下面来。那最下面这个容器里面的最下面的容器我们可以放入我们的地图，我们点击这个9个点，这里搜索一个地图，可以把我们的谷歌地图拖进来，这里的话就会显示我们的一个地图的一个样式。这个地图缩放多少你这里都可以填一下。这个地图的高度的话，如果你想显示大一点，你可以再让这个地图大一点都没有问题。这里填入你的具体地址，比如说你在北京，地图它会自动切换到北京。后面如果你有更详细的地址的话，它也可以具体显示出来。上面的内容我可以改一下，第一个是联系地址，第二个的话是联系电话，我们这样改一下就可以了。第三个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电子邮箱。联系电话的话，你随便设一个吧。邮箱的话，你也填一个进来。随便刚才 GPT 随机生成了一个，我直接把它填进来。OK， 大概的话，我们这个页面的话就是这样显示的。你也可以让这3个的话显示成一排也是可以的。这3个的话，我们也可以让它显示到一排来。我们点击它外面这个主容器，这里布局的话，让它有行水平，点一下它会跑到右边来。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建一个容器，把我们的地图的话，也可以直接拖进来，拖到这里面来，它就会跑到下面来。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大概样式的话就是这个样。全部设好以后，点一下这个更新就可以了。现在我们的电脑端的话已经没有问题了，接下来我们来优化一下我们手机端。手机端也非常简单，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响应模式，点击一下它。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首页，我们来到我们首页以后，点击左上角使用 Elementor 进行编辑，然后点击左下角这里有个响应模式，点一下。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平板电脑端的一个显示效果，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你觉得有问题的话可以改。比如说这里它离我们左边太近了，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区域，点一下外面这个，把这个整个容器的话，把导航器打开，把整个容器选中。这里有个高级，高级的话，我们这里可以设置一下外距，或者说是设置一下内距。内距的话，我改成一个50，它就会往我们中间靠。你看，设了50以后，它基本上就靠进来了。再往下面走。下面的话没有什么，这个地方有点看不清。同样，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按钮，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内距、外距。我们点击这个高级，把这个 U 的话同样改成一个50。你看现在的话我们就看得清了。页面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再点一下这个手机端，我们可以优化一下我们手机端的一个显示的一个效果。方法一样，上面的如果字太大，我们点一下这个笔。点击样式，我们可以把这个字的话稍微改小一点，显示成一排。搜索框的话，我们可以再让它大一点。点击这个高级的话，10%帮我改成一下，上下的话就不需要了。大概就是10%。出现错位的话都不用管它。设置好以后，点击一下这个更新按钮。我们更改手机上的一个显示效果，它不会影响我们电脑端。即使我们刚才改了，我们电脑端的一个显示效果，它也不会发生改变。我们来到我们的一个博客页面，我们点一下我们的博客。接下来我们来优化一下我们博客页面，我们点击这个博客，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的话，现在什么文章都没有。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写文章。我们点击左上角的 W， 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点击这里有个文章，这里有个所有文章，我们可以把它之前这篇案例文章的话给删除掉。点击移动到回收站，点击应用。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写文章。写文章的话，你可以写跟你网站相关的一些文章。我们可以交给 GPT 来帮我写一下。为 GPT 提示是帮我写一篇与我网站相关的文章。先让 GPT 来帮我写一篇。那它来写，比如说标题叫如何选择适合你网站的一个模板粘贴进来。下面的话再把它刚才帮我们生成好的直接复制进来。这样的话，我们的一篇文章的话大概就写好了。右边的话，点击文章，这里有一个分类，我们可以分一下类。比如说你这个是关于一个，这里你可以新增一下分类，你可以加很多分类在里面都没有问题。你想把文章加到里面来的话，你把前面的勾选上就可以了。把这些勾的话都可以把它勾上。这里有个标签，标签的话你可以填入与你文章相关的一些标签，因为有时候这个标签的话也会参与一个排名。这里的话尽量的话跟你的一个文章产品相关。这里有个设置特色图片，我们点击一下它，可以传一张我们的一个封面图进来，随便点一张，然后设置封面图。这些里面的文字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一个链接，比如说我们的网站，我选中它以后，这里的话地址的话，比如说连接到这个地方，点一下它。下次的话，有人点到这个以后，点了这个链接，它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首页。全部设好以后，我们点击一下发布，点击一下发布。发布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查看文章。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刚才写好的文章的话，大概的话是长什么样就这样子。上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封面图，下面是我们文章内容。这里有个连接，我们可以点开一下，它会自动跳转到我们想要的一个页面。写文章的话都非常简单，只是说大家要花点时间精力去做这个事情。后面的都一样，我们点击这个写文章，那可以写更多的文章。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写的话，我可以叫 GPT 再给我10个写文章的一个主题方向，比如说如何选择适合你的网页，响应式设计的重要性及其优势，不同类型的网站最好的模板推荐等等等等，这些的话都可以来写。文章写好以后，我们左边这里有个所有文章，所有写好的文章的话都会显示到这里面来。随便点开一个，接下来我们来到我们的首页，我们点击这个博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文章的话，它所显示的一种样式。但现在的话，这个样式有点大，这边显示的效果，那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自定义，自定义后左边的话，我们这里有一个自定义，这里点击这个布局，布局的话，我们这里选择一个博客。博客的话，我们可以显示我们这个怎么样显示比如说我改小一点，博客的布局方式，你看这样的话看起来好一点。它有很多布局的方式。你可以选择一个你自己感兴趣的一个，都可以，左右也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第一个的话比较好看，我选择第一个，选好以点击一下发布就可以了。这个摘要的限制的话，比如说你可以设成50，它这个地方的话，它的文字信息就会多显示一点，需要改成150。
它会显示更多的一个文字信息。设好以后的话，记得点一下发布。大家可以看到右边的话，我们这个的话也可以更改。这个怎么改呢？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一个网站后台，这里有个外观，这里有个小工具。小工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边上近期文章、近期评论、归档、分类这里的话，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设置。那你想要哪些内容显示，哪些不显示，那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你可以把它删除掉，你不需要。这边来的话，你刷新一下它就不会不见了。比如说近期评论，我刚才删掉了。这边更改好以后，记得点一下更新。更新好以后，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这个页面，它这个近期评论它就会消失。好，可以看到刚刚它近期评论不见了。除了删除，我们也可以点击这个加号。这里面的话，点击这个浏览全部。那你可以在里面选择你要在右边显示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最近近期文章分类，你可以加一个进来。再点击加号，你还可以点击更多，往下面拉，也可以来一个。上面的话有个搜索，我们再更新看一下，加了一个分类。刷新以后的话，这边的话都会进行更改。所有你想加的内容直接点这个加号就可以了。加号以后的话，这边在我们的文章的右边的话，在我们的页面的话，这边的话都会进行一个更改。先回到我们的首页，我们来看一下。首页我们拉到我们最底部，现在最底部的话比较空，什么都没有。等一下想设置一下，像下面这个底部的一些信息，教大家制作一下。首先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布局页后的话，我们选择这里有个选择页脚，页脚的话，工具你要显示几行，比如说我要显示4列，这里我设一个4就可以了，它就会自动显示进来。这个的话是我们这个版权信息，那你版权的所有信息的话，都可以在左边的话进行更改，比如说版权所有，比如说我写个2024，你可以看到这个2024就会加进来，不需要的话你把它删除就可以了。我们来制定一下我们最底部，我们返回一下，再返回一下，返回到我们最开始的地方，这里有个小工具，这里我们有个页脚小工具的话，就是制定我们下面这个内容。我们点击这个加号，比如说我们首先可以点一下图片，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logo 的话传进来。我们点击这个上传，让我的一个 logo 进来。logo 上传进来以后，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地方，也可以拖，让它变小一点。点击这右上角，这里有3个点，这里选择作为 HTML 编辑，我们在这里打一个回车，这里我们输入一个，我们打一个，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左右把它扩起来，中间打个 P， 里面的话可以填入我们的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的公司介绍之类的。那我随便选一句，要把我们的内容的话粘贴进来。那最后再来一个 P， 那前面的话打一个斜杠。好，点击一下发布，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字信息的话，它就已经显示进来了。当然后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增加其他的内容。我们点击这个加号。这里我们可以搜索一个导航，这是一个导航菜单。导航菜单在设之前的话，我们需要先去我们的后台来设置一下我们的导航菜单。回到我们的一个网页的一个后台，回到后台以后，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工具，我左边这里有个外观这里有个菜单，我们点一下它。这里我们可以点击创建一个新的菜单。新的菜单的话，我们可以取一个名字，假如说叫做一个公司信息，这里这里的话写好以后，点击一个创建菜单，把你要显示的一些内容的话加进来，点击查看所有，比如说博客、关于我们、联系我们、退货、退款等等，增加过来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加进来，点击一下保存。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创建一个菜单，比如说叫做订单信息一样的，查看所有，点击一个创建菜单，点击创建菜单以后，点击查看所有，同样的。把我们左边，比如说结账、我的账户，下面的话还有 WooCommerce 端点，这里也可以。这里比如说付款方式下载都可以加进来。填好以后的话，记得点一下保存。还可以创建一个，因为我们刚才有3个，再来一个个人信息，点击一下创建菜单，点击查看所有，把我们比如说商店、我的账户、结账、购物车可以加进来，增加进来，点击一个保存菜单。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页面，先点一下发布，点到发布以后的话，我们刷新一下，还有同样的，我们找到工具，这里有个页脚小工具，把我们这里个导航菜单，选择我们刚才设定好的一些，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可以复制一个在它下面。标题的话，你可以设个人信息，同样的话，点击这9个点，这里有个创建副本，它可以复制一个在它下面。
那这次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公司信息。那这上面的话，你也跟着改一下。同样点击这9个点，这里一个创建副本。那么还可以来一个订单信息，都是一样的。全部设好以后啊，点一下发布，你也可以看到下面的话，我们这里的话都会显示出来。发布好以后的话，我们来到我们的首页，打开看一下。我们拉到我们的最底部，可以看到我们下面的话一些个人信息的话，这些的话都可以加进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商店页面，我们要对我们商店页面的话进行优化，因为我们现在商店页面看起来是这样，我们要把它优化成这个样子，看起来左边的话有可以进行一个价格的一个筛选，这里还可以进行一个产品的搜索。我们怎么样设置呢？那也很简单，同样的话点到这个页面以后，点击左上角，在商店页面点击左上角一个自定义。进来以后的话，我们先让这个图片的话显示的更好看一些，点击这个 WooCommerce， 这里有个片产品图片的比例的话，我们改一下，因为我这个产品本来是一个16:9的，我改成了我原始的一个16:9。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话看起来就要好看很多。再点击返回，点击一个布局，布局的话，这次我们选择一个侧边栏。侧边栏的话，我们这里选一下产品档案页面，我们选择我跟它显示到我们的左边来，把这边显示到左边来。然后我们再返回一下，然后来到我们这里有个小工具，小工具的话，我们这里上，这次我们可以看到 WooCommerce 侧边栏，那就是我们这边要显示的信息。这里的话，你可以点击加号，点击这里有浏览全部，浏览全部以后，再往下面拉。这里有个 WooCommerce， 里面所有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加进来。比如说我需要展示搜索产品，我点一下它，那这样搜索产品这个信息的话就会加到这个地方来。但这样加起来的话有点麻烦，我们先点一下发布，我们来在我们的电脑上安装一个工具，我们来加的话会更方便一些。回到我们的网站后台，左边点击这里有个插件，这里点击安装新的插件。我们把这个经典小工具的话，点击一个立即安装，安装到我们这个网站里面来。有了这个工具以后的话，我们来设置我们这个侧边栏。我们在设置我们侧边栏的时候就更简单一些。安装好以后，我们启用一下。启用好以后，我们点击这里一个外观这个小工具，我们点一下它。来到我们的小工具，这里可以设置我们的一个侧边栏的页脚小工具，这里面的话都可以进行设置，这里面设置起来相对来说更方便一些。这里有个 WooCommerce 侧边栏，就是我们这边要设置的一些信息，我们点开它刚才的话我们自己加的一个搜索在这里。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加上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我们的产品分类，我可以把它拖进来。按价格筛选产品，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拖进来。最近浏览过这个产品列表，我们可以把它拖进来。好，这上面拖了几个，我们点击这个倒三角，可以把它收起来。我们在的这个页面，我们来刷新一下，你看一下，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加的内容的话，这边的话它差不多都已经加进来了。那我们在这里面加的话，相对来说会更方便一些。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价格的一个筛选。上面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搜索，比如说搜索模板，它就会出现相关的一些产品。那你想要加什么内容，你直接往右边拖进来就可以了。回到我们这个页面，点击一个首页，我们来上面的 logo 的话，你也可以改成你自己的 logo。那如果你有 logo， 我教大家怎么换，点击这个自定义，自定义后这里有个站点身份，我们点一下，这里有个 logo， 那你可以直接把你的 logo 传进来。如果你有 logo 的话，比如说这是我的 logo， 我可以直接传进来。这上面你可以看到它已经显示出来了。logo 的宽度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那如果你觉得太大的话，我们可以让它变小一点。设好以后呢，记得点一下保存。右边这些的话，我们也可以来进行更改。好，我们返回一下，这里有个布局，布局的话，这里有个正常页眉。正常页眉的话，上面你要显示哪些元素，那你都可以启用。比如说心愿单图标我们不需要，我们把它关了。那上面的话，心愿单图标就没有了。比如说购物车图标，我不要把它关了。这个购物车图标就没有了。那你想显示的话，把它打开就可以了。记得设好以后，点击一下发布。这里面的话，可自定义的信息非常非常多。那大家的话，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去好好研究一下。基本上我这里面所有的一些设置按钮，那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面来进行一个更改。比如说排版里面，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正文的一些主要的一个，比如说字体字号颜色都可以。在颜色这个领域，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我们整个网页的一些默认的一些颜色布局，我们都可以进行更改。那你改了以后的话，它这边的话就会进行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更改。整个设计下来的话，只要你稍微花点时间，跟着有风一步一步操作一下，那还是非常简单。那如果你看第一次没有看懂的话，建议大家
多看几次。那本期用到的所有的工具链接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那如果你在做网站的过程中遇到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那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交流一下。那我制作的视频的话，一般都非常长说的话也非常详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有所启发。那大家的话可以进入我频道的首页去看一下，我还制作了其他很多的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都可以点开来看一下。